现在如果外资还是持续的这个卖超，持续的把卖压呈现，然后继续把这个钱带出台湾，那代表台湾的这整个股市的水位就会降低。那这个降低不是对我们的整个股市变得很不好？对，会有这个压力，会有这个风险。那有些人可能承受不住，或者想早点那个停损，他就会卖出，增加卖压，没有错。但是你也要看哦，外资卖了以后是真的汇出吗？请各位观众注意哦，国际资金在 AI 革命的情况下，绝对是回来台湾布局哦，就是不然你去哪？你回美国对啊，好，回美国有投资机会，你回去 OK 啊。但是很多资金它必须寻找 AI 产业革命的真正的核心地带嘛。他们说台湾的产能被掏空，不是台湾把在这里的设备拆下来搬到美国，不是嘛？台湾这边的产能还在盖耶，没有说拆掉耶，还在盖耶。台湾本来就有必要把产能放在外面。用别人的土地、水电、人才等等，因为台湾已经饱和台湾现在是饱和的问题。那很多人会说，是不是掏空台湾？你有掏空吗？对不对？我们现在与其说是掏空台湾，不如是扩张台湾。台湾把它的那个影响力扩张到外面去。我们现在碰到的是 AI 产业革命，算是第一次大幅度拉回，而且是因为好几个因素叠加的效应。如果只是单纯拉回整理的话，可能不用跌那么多，但是也是因为大家都学会了，都看懂了，然后呢，杠杆很高嘛，杠杆很高的话，外资当然把你洗一洗嘛，不会帮你那个抬轿嘛，所以我说既然是这样，假定我这个分析你们相信的话，那答案就毫无疑问，大跌大买。台股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了喋喋不休。除了前一段时间涨得太凶，现在作为修正，甚至有人讲估值重整，有人讲做去杠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外资大卖。外资几乎每天都大量的卖超台股，而且我们看到台币也呈现了一个贬值的状况。那大家非常担心说，那些钱流到国外了吗？还有最近我们看到了美国 FED 他们的升息的压力。现在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到了4.67%，30年的公债殖利率已经高达了5%。大家会担心说，如果我现在的公债殖利率已经高达了5%，那我把钱放在公债里面就已经稳大大了，可以赚很多的利息。那我有需要把它放在有风险的高股息的 ETF 吗？如果没有把钱放在高股息的 ETF 的时候，那我就没有那么多的钱投到股市，没有这么多的水留在股市里面，整个水位下降，整个股市会不会下跌呢？所以所有的根源可能都跟美国的通膨有关，跟美国的 FED 要不要升息有关。虽然远在这个所谓的千里之外的美国，可是对我们的台股就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好的，所以这个时刻，作为一个台湾的投资人，我们就要非常清楚是现在美国通膨压力到底有多大，现在战争的风险到底有多大，现在美国 FED 升息的那个压力到底有多强，而这些的因素对我们的台股又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好，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总体经济专家吴嘉龙来跟我们聊一聊。嘉龙你好。宝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嘉龙，我们知道你最近去了美国一趟，那你当然跟美国很多的专家学者去聊一聊，聊的时候他们讲说，美国现在有几个大转变。第一个大转变就是他们现在对过去的全球化做了很深的一个检讨，他们认为过去的全球化 1.0 的时候完全扶持了中国，扶植中国不但没有改变中国，反而把中国变成他自己最大的敌人。那这个时候他们要修正，当然我要修正，我要有朋友，而要有人帮我去重建我的生产力。这时候台湾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待会会好好来谈这个题目，但在谈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要去聊一聊的是美国联准会昨天没有升息，但是有3张反对票，反对不升息的这个理由，这个主张，没有想到这个动作竟然造成市场的恐慌，整个道琼指数大跌。为什么我都没有升息啦？我升息这个所谓的息还是维持到原来的这个程度，为什么还造成这么大的恐慌嘞？你的问题里面水很深，信息量很大。首先，联准会的行动是一回事，他在这个行动表决的过程中，像你刚刚提到出现3张反对票，这个又是另一个讯息。再来，联准会给的这个论述，或者说他的谈话、他的指引这个又是另一回事。就有3件事。通常我们说行动，如果你是比如降息还是维持利息不动这叫鸽派。但是你的给的指引、给的论述表示你对通膨的强硬态度等等，这是鹰派。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次他是行动鸽派。
论述鹰派。好啊，这个要切开。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市场对于3张反对票出现一个算是卖压的宣泄。对，那其实它这一次如果升息，可能说不定情况还会更好。为什么？因为联准会现在在应对的还不是通膨本身。当然，通膨已经起来了已经过了3%。联准会优先对付的，我们把它叫做通膨预期心理。有了通膨预期心理，不但金融市场会开始反应就像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它同时厂商的定价行为就开始反应。定价出来之后，才有我们后来看到的通膨数据开始出来。那联准会要把通膨数据降下来，它打源头要打通膨预期心理。通膨预期心理有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大家在看联准会对通膨的态度。你态度够强，大家可以放心。那资本设备这个决策才做得下去。请大家注意企业做设备决策的时候，它必须考虑到是完工之后的需求能不能承受起它的这个产能扩张。对，如果我产能扩张了，到时候需求也下去了，那糟糕。对，所以呢，设备决策考虑的因素风险很多，其中当然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的前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通膨的前景。如果通膨会恶化的话，他现在做的投资可能要打很大的折扣。所以如果联准会能够针对通膨预期心理把它压下来，展现强硬的态度立场，让大家对通膨的前景放心，通膨预期心理能够降下来，那么定价行为才会降下来，最后通膨数据才会降下来，之后联准会就有降息的空间。所以为了将来降息，它现在必须升息，甚至于升息之前先来一个表现强硬的信号。你看我这一次有3张票是赞成升息的金融市场一看开始调整。现在金融市场等于在展开面对可能的升息的一个调整。如果到时候通膨数据有下来，联准会可能觉得不用升息，那 OK， 就是你的通膨预期心理有得到你的控制，这样你就真的不用升息。所以现在美国联准会还没有这个升息，但是准备升息，做出这个姿态，然后让通膨预期心理不用涨太凶，不用涨那么高。如果通膨预期心理得到约束，对不对？那你后面的定价跟数据就不会那么嚣张嘛。就是说通膨数会开始降下来的话，那这才符合联准会降息的条件嘛。所以联准会正常推理，它应该先强硬，等到通膨数据预期心理跟数据都下来了，它后面才有降息空间。所以我说的很简单，这个情况很简单，为了将来降息，现在必须强硬嘛。强硬以后把通膨预期心理打下来，最后通膨数据打下来，那就可以降息了嘛。因为长期来讲，通膨数据必须往2%这个目标推进嘛，所以短期内一定要先降到3% 以下。目前通膨起来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毫无疑问就是油价战争的问题，那第二个因素呢是AI 带来的通膨。这个其实很基本，将来我们现在都知道嘛 ，AI 带来记忆体啊，这个备用元件涨价，全部涨价，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叫 AI 通膨。这个跟联准会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因为华许的一个降息的论述跟川普不一样他的论述是说 AI 提高生产力，让企业在成本上升的时候可以不用涨价而可以应对，所以他认为 AI 生产力开出来的时候是有利于降息。你现在看到的是 AI 在推升通膨，完全跟华许的那个推理违背呀，所以华许现在有这个问题。在 AI 基础建设推进的过程中，你先看到的是通膨，而不是他期待的可以让企业这个减缓通膨的这个必要在涨价的必要性，因为生产力提高，生产力还没有提高，因为基础建设还没完工嘛，所以现在华许有一点进退两难。他现在必须遮掩他自己的这个太过乐观，他必须展现强硬，对通膨强硬，然后让金融市场安心下来说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一个强硬的联准会。之前这个就是在避免联准会的决策落后于通膨曲线，这就是当时鲍威尔在2021年的时候出这问题。拜登一接任的时候，3个月先通过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法案，直接把购买力打进这个，透过财政补贴跟公共开支等等，打进这个实体经济，通膨就起来嘛，原物料涨价，通膨起来嘛。然后通膨起来以后，当时的鲍威尔因为等着拜登提名他连任，迟迟不肯展现强硬态度，一直让通膨冲到9.1%嘛，这个很离谱。后来确定他提名连任了，才开始动手，才开始升息，他完全落后。所以这个给货币政策一个很经典案例。现在华许要避免这种情形，你利率决策不能落后于通膨曲线。
所以它一定现在还没有过4%，大概在3%点多，所以它现在最近的一个数字有可能过4%了。它现在绝对必须对通膨展现强硬态度。哪怕没有升息，嘴巴也要先硬一下。那我们现在担心就是，如果美国升息会造成了美国殖利率的一个上升吗？那如果美国殖利率的一个上升，那我把钱流到美国就好了。也就是说，我如果今年30年的公债殖利率已经到了5.2，我到了5.2，我把钱直接放在公债里面，我每年不用什么都不用做，而且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我就可以拿到5.2的这个利息。我干嘛把它丢到了股市？我干嘛就丢到了高股息的 ETF？ 我这个更稳当。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的整个股市的水位不就下降？那这不就会也接着会影响到台湾的股市吗？没错，你讲的没错，这也是前一阵子在升息的时候，大家预期要升息，债券殖利率会走高，价格会走低，所以那个时候，每到一阵子的话，就会有人鼓吹债券投资嘛，就是赚债券的利息嘛。可是债券投资人好像也没赚到，对，所以这个很微妙，就是说现在金融市场在开始面对，你刚刚提到说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涨多以后拉回整理，这个没有错，但是显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其他因素同时爆发，造成叠加效应。光是拉回整理不够，现在多了一个战争，现在又恢复开战嘛。然后又多了一个问题，就是通膨数据上来以后大家开始检视联准会的态度嘛，联准会可能必须强硬。这两个因素叠加进来以后，把一个普通的拉回整理搞成好像一个大型修正了，大幅度修正是这样来。通常涨多以后修正合理嘛，而且必须换手好再攻嘛。可是现在这个拉回的幅度有点超过嘛？为什么？因为其他因素同时跳进来，造成一个叠加效应嘛。所以我们现在短期内，如果伊朗战争那边有具体这个结果，比如说，战争行动告一段落了，比如说炸了2个礼拜、3个礼拜之后告一段落了，那油价肯定下去，通膨预期心理又会下去。再来的话，联准会这个问题大家了解以后，就短期内强硬才可以换到长期通膨下来可以降息，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金融市场可能就稳住嘛。所以现在的话，大家一阵慌乱的结果，等于会缩短拉回整理的时间，因为跌幅够深。如果不是这么跌这么重的话，可能要盘一阵子换手才会完成。对，去杠杆才会完成，就像你刚才提到要去杠杆，对不对？那现在因为跌深的结果，会把很多那个还可以耗的杠杆弧额都洗掉，所以呢，这一次拉回整理说不定比预期的还要早一点完成。可是我们见到台股一些本来我们碰到了季线，你就会反弹。我们看到3月份、4月份或过去年的这个例子，台股碰到季线，我们其实蛮强势的，碰到季线反弹。可是这次碰到季线没有了，我们现在还要下探所谓的半年线，那等于说很多的结构被破坏了，大家非常担心说台股现在我还能够再进场吗？这个叫杀过头。这个叫卖压过度宣泄，就是你拉回整理还算正常嘛，很多人准备那个所谓逢低承接赌一下反弹嘛，那有些人是要获利了结要卖嘛，这种卖压跟低阶的买盘两个去平衡，造成行情的走势嘛。那如果敢低阶的买盘够强的话，它就止跌了嘛。如果卖压还没有宣泄完的话，就是买盘还不够力的话，它就继续杀嘛。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这2股力量在平衡，在较量。那这个时候叠加了其他因素，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跟那个联准会的那个鹰派立场出来，这个因素就让这个卖压这边变强，买盘反而收缩嘛。所以我们会看到下跌的幅度，就是拉回整理的这个下跌幅度超过预期嘛。对。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解释基本面是这样，战争的话终究还是要结束，短期内可能拖一下。那你觉得在伊朗在这有办法处理掉吗？这要看川普的目标有没有涉及到要把伊朗政权更迭。如果伊朗要政权更迭的话，可能还不会那么快结束。第二个要看什么呢？看他有没有要国际接管荷姆兹海峡。如果国际接管荷姆兹海峡形成共识气候，像阿拉伯国家都准备跟伊朗开打了嘛。你太过头了，你太过分了，你欺负到我头上来。所以这些阿拉伯国家如果对伊朗的话团结起来，叫美军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们要一起对付这个问题，那很可能美国就在国际共识形成的情况下接管荷姆兹海峡，避免将来伊朗又拿荷姆兹海峡来继续勒索威胁国际经济秩序嘛。如果到这个地步的话，可能真的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可是呢，光这样还不足以决定油价，为什么？因为油价还有供给端出来，委内瑞拉现在不是在要恢复正常吗？然后呢，必要时对俄罗斯放宽，放宽嘛，然后呢，还有人会脱离 OPEC 增产嘛，
欧佩克那个阿联酋不是已经退出？对，那说不定其他国家也退出，甚或者没有退出，但是偷偷增产嘛。那你如果处罚我干脆退出。所以是欧佩克也面对压力。它必须维持它的现产才能够撑油价。那如果这个松动的话，大家急着在油价高的时候多赚一点的话，那一增产的结果还是有可能让油价缓和。所以为什么只要稍有风声说要停火了干嘛？你看油价马上跌，而且跌得很凶，表示它现在的涨是脆弱的。然后只要一有什么情况，新的情况逆转，你看它就跌破90，跌破80，跌破70美元，进到60美元这个区间，就几乎到了战前的那个水平，就是这个原因。就现在的涨价有点虚脱，有点虚弱，因为供给端是有可能那个扩大这个供给来缓和油价上涨，所以油价还不完全看那个伊朗战争，还得看供给端嘛哈。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AI 通膨的话，反而是真的问题，除非有什么因素让这个对于这个元件的这个需求能够缓和一下，不然 AI 通膨反而可能比油价持续更久。至于联总会的政策的话，它必须对通膨展现强硬态度，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对通膨预期心理有所缓和，不要冲过头。然后将来才有可能，因为通膨数据终于降下来，往2%目标靠近，你才有降息的可能。那联准会当然希望早点能够降息，那减轻联邦政府的利率开支嘛。现在因为负债过高，利息开支过大，超过国防预算，这个问题要解决。所以川普的整个经济政策其实核心是减轻联邦债务压力，关税也是要增加财政收入嘛哈。然后很多议题其实都是在减缓债务危机。所以表面上看，你看他搞东搞西，其实他真正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债务。可是他债务还是持续增加。不过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外资现在不但是在卖啊，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外资还是持续的这个卖超，持续的把卖压呈现，然后持续把这个钱把这个钱带出台湾，那代表台湾的这整个股市的水位就会降低。那这个降低不是对我们的整个股市变得很不好？对，会有这个压力，会有这个风险。那有些人可能承受不住，或者想早点那个停损，他就会卖出，增加卖压，没有错。但是你也要看外资卖了以后是真的汇出吗？如果汇出的话，台币会贬啊。那台币贬的情况如何？这再来是台币贬而已吗？还是韩币、日元其他市场？你看现在美元指数是不是转强？如果国际资金回流美国的话，认为美国的股市看好、经济前景看好等等的话，那你会看出美元指数本身应该要持续走强嘛？对，我们现在的前一阵子美元指数有走强，所以我们看美元指数之前不是走强吗？连续上攻，可是最近的话已经在高档这边做盘整嘛。美元指数现在也在盘整嘛。你没有看出它连续走强嘛？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外资卖是卖台股，但是卖完了之后是第一个真的汇出吗？所以我们还得观察一下，外资是这样，你每天都会公布外资的买超卖超，外资很舒服吗？不舒服啊。所以我经常发现他会来个矛盾的做法。你看到今天买超，明天卖超。哇，你看傻了，到底你是买超卖超？他经常会这样，一天买超，一天卖超，一天买超，一天卖超。但是最近呢，像你提到的他连续出现卖超，没有错。所以我们就得额外再去比对一下资金汇出的情况。如果你资金真的是卖超以后持续汇出，OK 啊，那我们会看到台币要贬嘛，美元会走强嘛。结果不是，现在台币的贬值，坦白讲是有贬，因为其他货币都在贬嘛。对，因为美元指数走强，所有非美货币都会贬。台湾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嘛，但你要比的是贬值幅度如何有一阵子美元很强，台币比美元更强，所以你也不见得说台币就一定吃亏。现在的情形是这样国际资金，请各位观众注意国际资金在 AI 革命的情况下，绝对是回来台湾布局就是不然你去哪？你不能你回美国对回美国有投资机会，你回去 OK 啊，但是很多资金。他必须寻找 AI 产业革命的真正的核心地带嘛。那台湾不但有晶片嘛，也有核心的那个 AI 供应链嘛。因为现在在主权 AI 的概念下，各国都要建立自己的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所以才会产生庞大的 AI 基础设施的需求。然后这些订单涌向台湾，才造成台湾的那个出口暴增，经济增长率暴增嘛。就现在是各国的那个订单都跑来台湾嘛。然后以前订单可能会下到中国去，现在不敢嘛。现在要所谓恢宏供应链、民主供应链，现在很多 AI 伺服器的订单都下到台湾来嘛。而且台湾还有什么液态冷却系统还有那个这个是散热嘛，就液冷系统散热嘛然后
因为你跑那个 AI 伺服器的话，要散热问题嘛。然后呢，另外的话，你那个马达啦、电线啦，很多的那个原材料啦，你从机柜啦，你从 CPU 啦、光通讯啦，一大堆相关的东西，台湾都有嘛。先进封装啦，啊，对，就是一大串的相关的东西，台湾都有嘛。结果呢，你买 AI 伺服器就只能跟台湾买，几乎只能跟台湾买，所以才会有大量订单涌向台湾，造成我们的供应商有点措手不及。连台积电自己在印证之后都要扩充产能，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供应链也跟着扩充产能嘛。好，配合台积电整个扩张，结果产生一个额外效应，就是台积电在美国厂如果只有3个厂，供应链不会过去，因为缺乏规模经济。6个厂是规模经济，现在台积电正式要超过6个厂，12个厂，10个以上，可能11个或12个。这个时候就绝对有规模经济，所以供应链就会过去了。所以供应链会过去，然后台积电已经准备好买了大片土地，准备收容这些供应链哈。然后，所以你会看出来，投资的趋势在哪里？一定是跟着台商走。以前台商去中国投资，打造台湾资本扶起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现在台湾资本要走了，要去哪里？要去美国，要去打造 AI 产业革命的这整套系统。所以呢，资金理论上会追逐这个产业革命方向。是，我认为他将来会回台湾。所以你现在还看好台股吗？我是看好这个样，你还看好吗？我是看好第一个 AI 产业革命啊！你不买台湾，你买谁？韩国有一部分的哈，日本有一部分的，没有错啊。可是相对完整的是台湾嘛，然后台湾那个规模小嘛，大笔资金进来的话，很容易让台湾看到这个涨过头的现象，对不对？其实我们没有涨过头，我们比韩国还差了点。为什么？韩国是半年涨1倍。我们从去年6、7月2万2上下，到今年4万5、4万8的哈，我们这是1年的多的时间，差不多涨过1倍多一点，对不对？韩国是半年的，所以现在韩国跌很惨嘛，原因在这里。所以大涨之后有一些跌也算可以接受了，因为你总要让另一批人有机会上车嘛，但是现在因为有其他因素同时爆发，叫做叠加效应，所以才造成这一次的拉回整理有点拉过头，就是拉过头，跌过头。但是投资人应该可以放心，除非你不相信这是 AI 产业革命，那就没话说了。如果你相信这是 AI 产业革命的话，你下一个要担心的是 AI 通膨，还不是油价通膨。油价通膨是地缘政治风险，这个没有错。但是地缘政治风险终究有落幕的时候，或者有缓和的时候，真正会持续影响通膨的变数，其实是 AI 通膨。但 AI 如果有通膨，真的造成通膨，反而台湾也有可能是获利者。那你这一次去了美国，你非常清楚的，因为这次参加一个大型的研讨会。大型研讨会里面，你就跟美国精英互动。那美国精英其实这次给你一个很讯息，是他们觉得过去的全球化 1.0， 也就是2000年 WTO 让中国进到 WTO， 进到全世界的市场。本来以为说中国进到全世界的市场之后，我们它会做一个质跟量的一个改变，它会等于说是慢慢接着，它的中产阶级会增加，中产阶级增加之后。按照现在社会里面的刚刚讲的民主自由很多的概念，包括了所谓的投票的概念，都会进到中国，就没想到全部都没有。所以他们现在要跟中国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划分。这个清楚的划分跟台湾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说，第一个，它保护了台湾；第一个，我们等于说是跟中国之间的对立之后，台湾的重要性更重要了。台湾的重要性越重要，它非要保护台湾不可。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非红供应链，因为这几年第一个全球化 1.0 的时候扶植了中国供应链，可是这个中国供应链统治全世界了以后，对全世界造成很大的伤害跟很大的压力，所以它扶植第二个，台湾就变成了非红供应链的龙头。所以你刚刚提到的，现在从台积电带着它的供应商，而且我们去查了，不是只有台积电，台湾已经很多厂商过去了，而且更夸张的是说，原来美国不是只有亚利桑那，美国现在有27个州，几乎1半以上的州在台湾都有设立投资办事处。没错，美国人现在有点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这边会不会造成商业机密、技术机密的一个破口？很多先进的技术跟设备跟软件等等，如果卖给台湾之后，会不会转一个手跑到中国企业那边去？美国有这个担心，叫技术破口啊。好，撇开这个来看其实美国最近，特别是川普第一任上来以来到现在美国在做一个叫做大觉醒。川普第一任的最后1年，国务卿蓬佩奥还有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当时已经很清楚讲了一句话：过去9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失败
是误判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美国现在发现90年来没有变，是指什么？从中共拿下政权之前，还在打国共内战开始，美国就有接触它。美国一度以为他真的会追求民主自由价值，改变中国，所以一度想要支持他，所以才会对蒋介石的部队说：“你不要打，你和谈上谈判桌。”所以美国把蒋介石的双手绑住，苏联把日本关东军的装备给了林彪，林彪当时已经被打出中国，已经到了苏联边界里面了，拿到这些装备以后打回来，所以呢，国共内战本质上就是外国干预的结果。所以你现在说，如果是中国内战，外国不介入，没有这种事啊！历史上已经告诉你。那当时以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有一个重大第一个发现哈，就是刚刚讲，他以前支持苏联，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共同敌人叫做纳粹德国，美国扶持了苏联，纳粹战败解体，战败之后，苏联取代纳粹德国，变成美国的下一个对手。后来美国就发现，他联合共产中国，简称中共啊，来制约这个苏联，叫做联中制苏。苏联后来解体了，1991年12月下旬解体了。结果呢，过了一阵子以后，美国发现中共变成了新的对手。美国这个时候忽然发现，美国所有碰到的对手都是他扶植出来的。然后现在干什么？现在想扶持印度来制约中国。美国这一次开始拉高戒心，因为印度开始不听话。那这里面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怎么会扶持他的对手？全球化。所以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全球化进展，对不对？但是造成的结果都是扶持了下一个对手。现在美国的对手毫无疑问是中共，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够资格成为美国的对手，俄国都不行，都不够格。有人说嘛，俄国的经济总量现在大约一个中国的广东省，广东省当然是大省了，对不对哈？就基本上俄国的经济实力，当初二战刚结束的时候，苏联的经济实力还算最接近美国的，它是第2大经济体，算接近美国的。等到德国、日本都重建以后，那个苏联的经济比重开始下降，对不对？到现在的话，俄国的经济实力真的大不如前，完全不是美国对手。所以呢，现在美国的真的对手确实是中共，而且中共的那个威胁还不只是军事上，那个意识形态上、贸易上、技术上，方方面面，教育上都是那个威胁啊。然后呢，所以美国现在把中共看成是对手，然后又发现原来中共这个对手是美国扶持出来的，就是全球化，开始有关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好，全球化它一开始是怎样呢？是地缘政治结构跟全球化互相作用。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发现国家安全的负担大幅减轻，所以才敢放手说好，我们来推动全球化，没有安全顾虑嘛。所以地缘政治跟全球化是互动的哈。地缘政治的风险解除之后，美国说好，大家来搞全球化，国际分工，然后来贸易，对不对？来交易这样子。结果这个时候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90年代开始，从克林顿、小布希等等，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什么程度呢？第一个，6·4事件之后的那个制裁取消，叫做贸易人权脱钩的第一条。第2条，提供出口市场给中国，来推动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这个地方当然有学台湾、韩国了哈，对不对？再来第3个呢，就是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最后一项呢，帮助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2001年的年底然后这个台湾跟中国同时加入 WTO， 对，同时差1个小时。你看，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 GDP 成长飞跃成长，那被中国描述为黄金10年，就是2002到2012黄金10年之后呢，习近平上台是这样来。所以呢，美国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压力减轻缓和之后，推动全球化1.0主要追求经济利益在贸易之下，大家追求经济利益。结果这个全球化发展，这个经济的变化，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出现大国崛起，中国开始要争取帝国的光荣、大国的光荣、自豪感、民族自豪感。他从追求上半场是追求经济发展，下半场改成追求民族主义，追求民族的自豪感，
开始要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开始要来跟美国叫板。美国说不对呀，我不是扶持你来跟我对干的嘛。所以川普到后就是奥巴马的最后2年已经改了，叫做亚洲再平衡。一个重要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在韩国部署萨德飞弹防御系统。但是奥巴马最后2年的事情，然后川普接着干，川普1.0接着干，开始对中国开始设防了哈。所以全球化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以后，又回来影响全球化。好，进入2.0，什么意思呢？一开始就是对中国课关税，现在到3.0了，全球化3.0，为什么？因为课关税的不是只有中国啊，盟友也课关税啊。而且第二个，关税不是用来处理贸易失衡啊，关税用来处理地缘政治的议题啊。比如说，你丹麦不给我格陵兰岛，我可能加你关税啊，或者什么，中亚那个高加索地区2个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你们不停战的话，加关税啊，类似这种很多地缘政治议题用加关税来处理，所以关税已经超越贸易的工具，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工具。好，所以我们把它说这样的一个阶段叫全球化3.0，不是1。所以你会发现，全球地缘政治带动全球化，全球化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引出下一波的全球化啊，如此这般。所以没有一个单纯的只是经济考虑的全球化，没有。有人告诉你说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那表示他不懂。地缘政治跟总体经济的互相影响已经让你看得清楚了，局面就是这样。那现在拉回来就是美国发现地缘政治的考虑扶持了中国去制约苏联。后来为什么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这个第二道理论，第一道理论是权力平衡说了，就是说我们要制约苏联，所以拉拔中共。后来呢，论述叫做和平演变论。和平演变论就是你刚才提到，透过经济的改变社会阶级中产阶级崛起，很多人会要求更多的那个改革开放最后会促成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展开民主化、自由化的进程渐进的过程。这个盘算支持支持美国继续来支持中国经济，然后一直到发现和平演变失败，美国才开始改。美国算是第2个大觉醒。第一个大觉醒就是外交政策失败，误判中共的本质。第2个大觉醒就是误判全球化的那个效应，以为全球化可以改变社会跟政治。那你这次去美国，你就非常感谢，因为他们现在谈的就是全球化的3.0。那全球化3.0，他找了很多台湾的学者，他找了很多台湾的专家。那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全球化3.0，台湾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说，现在不是只有台积电去美国，现在又是很多的去美国。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你现在去美国的这些总面有23个州，有2个领地啊，包括关岛也来了哈，等于说25个。等于说，我们不以为说只有亚利桑那，没有你像华盛顿州、爱达荷州、蒙大拿、怀俄明、加利福尼亚，那个包括新墨西哥、德州更不用讲了，这些都有到了台湾，而且它跟台湾的合作，你都很难想象。如果我没有看这张表，我会吓死。现在美国跟台湾的合作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只有半导体吗？没有，它有半导体，它有所谓的电动车，有电池，它有所谓的 AI 伺服器跟云端量子运算。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所谓的物流、车用电子、航太、医疗、代工、记忆体的封测、农产品的出口，甚至包括天然资源里面的稀土矿产、量子光电、碳捕捉技术，连现在我们跟关岛、跟夏威夷合作什么？我们有国防后勤资源，有营建材料，有医疗观光。我没有想到我们现在跟美国从这张图。方方面面这么多，涉及这么多的这个层次在合作，这个图做得很好，不过可能漏了一样。美国现在推动 AI 没有错吧？基础建设，所以需要庞大的电力。对，那电力的话，从发电到运输到储存到智慧电网等等，节能用电等等，当然也可以搭配其他发电的方式，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这个叫做重型电力设备，台湾有啊。据说呢，那个做电锅的大同集团准备做这个生意啊。这里我没有看到这个列举这一点。对。不过你想得很清楚嘛，AI肯定大量用电嘛，那电力的部分美国肯定跟不上嘛。美国的电力的这个基础设施是落后的。所以接下来它肯定会有庞大的这个跟电力相关的投资。可是我没有想到，我本来以为说亚利桑那跟我们当然很密切，因为有台积电过去。现在刚刚讲不是只有亚利桑那，之前我们看到《天下》杂志做了一篇报道，就是到了德州。对，到了德州，他们拿到了名片，
上面写着繁体中文，哎，你都很难想象。以前美国人多么骄傲，他给你的名片只有英文，怎么可能给你繁体中文？就代表他要跟台湾人做生意，对，连名片都增加了繁体中文。那还不是只有德州哦，包括佛罗里达、兰卡、北卡、维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哎，这整个东岸跟西岸，连中部全部都有。哎，好，故事不停在这里。你看西部那边有2个棕色的哈，那个是稀土开采哦。美国现在也要应对稀土开采，对不对？中国的稀土的这个压力嘛，哈，他准备开始开采稀土，找澳洲的最大的 Lynas 公司合作啊。那其实台湾有稀土回收能力，对，啊，比如说台积电的良率如果92%，那8%废料就可以做稀土回收。很多用过的手机、笔电，你可以用做稀土回收。台湾有这个能力。然后呢，现在台湾要处理的大概超过500吨。美国那边说不定也会把大量要回收的送来台湾处理，所以这里面的故事还没完，还停在这里。我现在赶快回应你的问题啊，是这样。我们我举例了哈，我接触一个去伊利诺州的一个国会议员，然后我展开我的论述哈，我的论述很简单，美国发现错误的全球化造就了中共今天的崛起跟威胁啊。然后呢，哪2个错误呢？第一个，不应该把大型发展中国家拉入全球化，为什么？因为这些大型发展中国家一开头上半场的确追求经济利益，我说到了下半场，它会改成追求民族主义，追求民族自豪感，然后跟美国叫板，啊，所以大型发展中国家一旦它的体量变大以后，像比如说现在印度的这个经济体量大概已经超过英国、法国，现在要追德国、日本，一旦追上去以后，它会变成全球第3大经济体，在美国、中国之后，那印度已经翘尾巴。再来，印度的那个股市市值大概在第4、第5之间，台湾现在努力要超过去，对不对？所以印度其实体量也越来越大。于是印度总理莫迪敢跟川普叫板，美国现在已经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呢，以前的概念权力平衡，对不对？拉一个制约另一个，拉一个打一个，到现在可能发现不对，因为100年下来。啊，美国从扶持苏联开始对付纳粹德国，这样一路走到现在，发现每一个对手都是美国扶持出来的。所以呢，现在他对印度开始感冒了，不那么放心了。我今天拉印度对付中国，将来我是不是要对付印度？印度会不会变成我的对手？所以第一个错误，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不适合拉进全球化。你不要贪图他现在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问题没那么简单。第二个，你把集权专制国家拉进全球化，结果呢？权力决定利益的分配跟重分配，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表面上在民营企业手里还是国营企业手里，哎，没关系，透过权力最后收割走，所以呢，到最后你会发现，全球化的结果造就的是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对内加强社会监控，对外军事扩张。美国这下子发现说搞错了，这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全球化不是要去强化中共嘛，是要强化中国的民间社会、民间经济嘛。让你走向更宽松、更自由的一个社会结构、社会状态嘛，整个错掉了。所以呢，把这2个错误，现在美国发现错误、认错，开始纠错，对不对？那怎么做？你要找的不能找大型，你要找小型一点、中小型国家，你要找的民主自由的法治的国家。那答案是谁？不就清楚了吗？哦，台湾嘛。啊，对呀，我的论述没有直接讲台湾，我这样讲的结果让美国议员去理解说啊，其实他们应该找的是台湾，为什么？台湾可以让你放心嘛，台湾不会威胁你美国霸权，反而会帮你巩固你的美国霸权。你说你对俄国开始不放心，对中国、印度不放心，甚至于以前对日本不放心，你有什么理由对台湾不放心？我的这一套论述就是在告诉美国人，你要多来关照台湾嘛，台湾是小型的啊，有制造能力的，又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啊，值得你美国重视跟栽培，弦外之音是这样，但不过我没有那么明讲啊。我说你全球化犯了这2个错误，他们的反应嘞？因为我后来接着马上说，台湾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30年来一直资本外流，去哪里？去中国大陆。台湾资本造就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地位，现在不了，现在台湾资本要外流，不但不能去中国，要去哪里？去美国。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只是给我们那个棒子，也要给我们胡萝卜，就是给诱因。就是希望美国帮助台湾企业能够那个落地生根，在美国推动更多的制造业投资。然后我结论是，让美国再度伟大，必然隐含着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而台湾可以帮上忙。就是，然后呢，他那个选区就问，那台湾会来我的选区投资吗？我说台湾现在，比如说在密西根州、俄亥俄州有投资，你伊利诺州也会来啊。
他一听的话，马上叫助理说这个记下来。美国各州现在开始在争取台商去投资嘛。你说去，有啊，你看这个表就是像全部，他们不是嘴巴讲，他们这些我们现在举的23个州2个领地这样是关岛跟那个夏威夷，这几个25个地区都有在台湾设立投资办事处。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哈，台商哈，很多台商不是只有台积电的，我们讲过，一般的台商也可以分成科技业跟传统业。原来他们在美国有花货仓库哦，然后这个花货仓库什么意思呢？我到时候改装一下，就变成生产线了嘛。所以如果真要在美国投资的话，是有办法的。好，所以呢，我跟美国人讲说，你们有很多劳动法规、环保法规、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希望你们帮助台湾来做好这个投资然后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创造地方税收嘛，对不对？美国说这样说合理嘛，我们想来投资嘛，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是资本外流国家嘛，那以前去哪里？去中国嘛，那台湾资本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你看得到的嘛。那现在我们台湾想来造就美国的 AI 产业革命跟美国有更紧密的连结，对，那我们需要美国帮忙啊，某些比如说。台塑企业在那个路易斯安那州那边在那个美国南部那边投资，碰到一大堆环保问题嘛，所以我说，如果你们能够帮忙台湾企业解决这些投资过程中的问题的话，那不是两全其美吗？我说你们不要一直给我们 stick 就棒子，你们给我们一些 carrot 这是胡萝卜。美国议员一听就笑了嘛，说对不对？他们听懂嘛，所以我拿这个论述，结果呢后来一看，就像你说的。美国很多州都来争取台湾投资，其实都来了。结果我后来发现，这个事情跟90年代30年前台商去中国投资几乎一模一样。当时习近平在福建，他的工作就是争取台商去福建投资，然后他整天接触台商，问台商你们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他可以帮得上忙。今天美国各州都来争取台商去投资嘛，一样的故事。台湾是一个资本外流的地方，如果资本不外流，那已经是很房地产的问题，这个什么内需股票的问题都很严重了。台湾资本外流去哪里最符合台湾的利益？台湾曾经资本外流去中国，我们做过这些事。对，现在要资本外流去美国，我们创造美国对台湾的需要，创造美国对台湾的依赖，然后我们让美国为台湾的利益而服务。这符合台湾的那个利益嘛？所以台美之间的投资，其实美国早就心里有数。他在台美贸易协议，我们今年上半年那个台美贸易协议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相互投资。美国不是要台湾去投资吗？我们不是答应了吗？相互投资，美国来台湾投资，美国来台湾投资，嘴巴说说就算了，他列了5个项目，他列了什么？半导体然后呢那个资讯安全生技、通讯，他列了好多产业，说美国要来台湾投资。请问你，美国跟韩国的协议跟日本的协议有相互投资吗？没有相互投资。对，所以美国要来台湾投资，这个是真的。为什么？美国要把台湾扶起来，很多产业供应链要放在台湾。现在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无人机。美国我猜他们应该是想把无人机这个行业放在台湾。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确少了某些关键的技术像那个比如说通讯这个那个卫星这一套。但是你有一些技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材料。我举个例子那个无人机的材料用碳纤维的话会减轻重量，就可以在空中停留比较久。对，比较轻，比较有这个材料，这个碳纤维材料，台塑集团，台塑有。对，所以你看马达、线路、电源管理一大堆的东西，台湾有嘛，现成的嘛。那如果你有这个那个顶尖技术的话，你找人合作找谁？你找韩国吗？你找日本吗？不是嘛？你后来想一想，还是找台湾嘛。就是说你的那个绝妙的一些技术，来跟台湾这边的材料技术生产能力结合，不是两全其美吗？我说这个互补性绝对会吸引美国的那个资本跟技术进来。然后呢，美国想一想，准备技术移转也好，还是投资也好，把一些产业放在台湾，就是无人机。那因为现在无人机不但是国防工业，也是重要的产业。所以我们现在说，你说把那个无人机放在经济部主管，也说得通啊。其实就是这个的话，等于是在忽悠国民党了。国民党说放在经济部，不要放在国防部。其实无人机不是只有做国防，但是国防是很紧要的一环。所以我们用经济部来做也可以，因为它很多环节是产业，国防部可能不熟悉。你放在那边可以，但是国防部可以派一组军事工业小组进驻这个无人机这个部门来协助说某些无人机国防需要的那些无人机产业这边怎么样来配合？比如说，我们希望无人机在空中停留时间够长，4个小时，而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就要下来。那如何做？让产业这边来寻找研发跟技术突破。
那我们希望无人机的那个航程能够超过2000公里。现在听说有的无人机真的可以飞2000公里，有乌克兰就可以飞到1000，它至少已经飞到1500公里了。听说超过。那台湾可以发展这方面的那个无人机哦，有这种军事需求，那你产业面、研发面能不能配合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军事工业小组来跟经济部合作嘛。谁说一定要挂国防部？对吧？可是经济部也 OK。就总而言之，我看美国的意思是要把无人机这个产业聚落放在台湾，然后呢，美国要求的东西台湾有配合，所以美国给嘛，美国很大方，美国要什么？美国要台湾帮美国打造美国版的竹科，在美国打造，在美国的新竹科学园区，好，类似那样的那个产业园区。台湾答应了，才有马上成交嘛。台美贸易协议成交，这个背后是因素。那这个东西当然要台积电那个答应嘛。台积电发现它的产能扩张有道理。它去年第4季财务报表出来，今年1月就承诺要扩大在美投资。今年第2季财务报表出来以后，现在这个我估计要再增加1000亿。我估计明年今年下半年2季、第3季、第4季出来之后，我估计说不定台积电明年上半年又要宣布再扩大1000亿。就是需求有嘛。那你产能要配合嘛？那产能配合的结果，因为现在已经跨过规模经济了嘛，所以供应链都觉得合算了嘛，可以来了嘛，所以会跟着台积电走嘛。到最后，美国这个产业是掐在台湾人手里。你说这对台湾不好吗？然后他们说，台湾的产能被掏空，不是台湾把在这里的设备拆下来搬到美国，不是嘛？台湾这边的产能还在盖耶，没有说拆掉耶，还在盖耶，还在盖13个厂。光嘉义的话说，4座先进封装测试厂，第1座已经完工了再盖第2座，还要再盖2座。台湾的产能从9座生产线、11座可能到13座生产线，所以将来很可能中南部特别是云林、嘉义那个相对发展落后的地区，很可能工业用地一扫而光。没错。然后呢，带动了嘛，高所得人群、就业人口往中南部移动，有助于地区平衡那当然对我们的供电供水压力很大，所以其实我们插播一下台湾本来就有必要把产能放在外面，用别人的土地、水电、人才等等，因为台湾已经饱和台湾现在是饱和的问题。那很多人会说，是不是掏空台湾？你有掏空吗？对不对？我们现在与其说是掏空台湾，不如是扩张台湾。台湾把它的那个影响力扩张到外面去，创造别人对台湾的需要跟依赖。你说这样不好？你一定要去否定自己，这么没自信干什么？其实台湾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就是痛苦但快乐。为什么？我们是小而美，现在变成小而强。我们一直有小国心态，我们不小心被卷入大国博弈当中，然后现在发现什么？台湾如果倒向中国，美中对抗，中国会赢。台湾如果倒向美国，美中对抗，美国会赢。台湾变成美中对抗的胜负手。你说我们什么？这1年半到2年的事情，就这2年的事情。以前我们也没有敢说，我们看到这个局面，这1-2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局面，特别是 AI 产业革命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台湾会变成国际局势当中最重要的美中角力、美中对抗、大国博弈当中的胜负手。那这个局面台湾没有准备台湾人没有看到这个局面。像你这个节目里面已经看到很多现象可是广大的读者、观众可能还要落后追赶，就没有看到这个局面。不过你刚才讲的就是，其实你就会看到，现在台湾对美国的投资其实非常非常巨大。现在台积电也要推，你看除了一个1000亿之外，它现在这一直在增加。我们现在对中国的投资跟对美国的投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在2018年以前，我们当然是对中国的投资比较高。可是我们看从2023年你注意到，等会我们看一下那个图，2023年对美投资已经到96.9亿，但是我们当对中国的投资只有30.4亿。2024年的差别是更大的差别是我们到2024年已经增加到141.3亿。比中国投资占比现在已经不到了5%了，等于说我们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低，对美国。那可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也会担心说，我知道美国投资，可是美国的它的水电成本是低的对，它的人才是麻烦的它的法规是麻烦的那我们看到台积电也讲说，它到了美国投资，它的成本是增加4倍以上如果我到了美国投资有增加4倍以上的成本，那我还有可能获利吗？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台积电扩大资本投资，要对美国扩大投资，对会不会侵蚀到它未来的毛利有很大的疑虑这个疑虑是的确常常被提出来。那我们现在来用一个角度来理解
假设有一只狮子在追赶你，嗯，你拼命跑，你的速度要比狮子快吗？不是哦，你的速度要比另外一个人快就可以了。台积电在美国投资，它主要的一个现象是打到市场对手，韩国三星还有呢英特尔，是他们苦不堪言呢。你看如果你是美国客户，你开始看，对不对？你是单子下给台积电亚利桑那厂，还是下给英特尔？英特尔说他搞出新东西，你信不信？你觉得良率有把握吗？啊，那个三星也在准备，好像扩大投资，在美国也有一些厂房。你是美国客户，你单子怎么下？台积电在美国有厂的结果，它是挤压到它的市场对手，所以呢，台积电的任务是跑得比市场对手快。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哦，今天台商去美国投资的确有新的成本啊，这个是事实，但是其他对手如果也要扩大在美国的厂房，不是碰到一样的问题吗？如果台商能够处理得更好，比对手好就行了。然后你不要以为说狮子在后面追赶，你大概死定了哈，你跑不过狮子大概完蛋了，不是啊，你只要跑过其他人就行了。所以呢，台商的主要对手，主要的议题是要立足点平等。我们跟别的对手有一样的立足点，我们就有信心了。好，我们这个还是可以赢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台积电挤压到市场对手以后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啊，它的市场优势造就了它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提高以后，台积电可以成本转嫁给客户，客户没得说。你不接受，那你别的地方怎么下单？三星的单你敢下吗？只要三星的技术良率够好，客户绝对敢下单试单嘛。啊，那英特尔一样，英特尔现在的策略是提升它的封装测试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封装测试部分的确是英特尔原来的强项。对，然后呢，现在台积电也是因为封装测试强项，才取得那个强大的市场优势。那如果英特尔真的搞起来的话，说不定真的威胁到台积电，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你做的怎么样嘛。啊，何况台积电也不是只有这么一点东西，你封装测试技术搞出来，台积电现在也开始搞玻璃基板，还有其他的一些封装测试的技术引进，台积电还在跑啊。你英特尔能够追上吗？这是个问号。你就算你追上来的话也没关系嘛，就是说有一个对手，至少我看上次说过可以应付反垄断调查嘛。你不可以说我垄断了嘛，因为你还有个英特尔，对不对？所以其实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因为成本的上升，也同时提升了台积电的议价能力跟涨价能力。所以你看，台积电据说现在对成熟制程晶片涨价，也不是高阶哦，成熟制程晶片也涨价。涨价以后，我的成本不就可以转嫁一部分给客户了吗？一样的逻辑。所以呢，我们要看的其实是最后算出来的毛利率。那毛利率的话，去年第四季到62%，今年第一季到66%，今年第二季到67.7%，现在第三季说预测是65到67之间，就是因为中数是66，对，所以呢就把它的那个股价杀下来嘛。这个是没必要嘛，因为他说我开始反映一些在美国成本的上升嘛。就算是65好不好？也很恐怖好不好？你去年是第四季62，大家已经很高兴了，对不对？65%、66%、还是62%的毛利率，值得你这么紧张下杀吗？这制造业这么高的毛利率啊，当然了，现在只有记忆体说80%的毛利率，真的很夸张了哈。对，就是说一般来讲毛利率的话，比如说3%、4%很好了嘛哈，然后好一点的话10%以上很好了嘛。现在台积电的毛利率超过60%了，这哪里叫制造业？我们都在这样问嘛。那你说62、65、66、67，你在那边做文章？我告诉你，还假的，这个是借机洗盘而已。台积电的毛利率这么高，你还不满意？你要怎样嘛？对不对？你有什么？对啊，你有什么别的选项？你告诉我。借机洗盘。对呀，我告诉你，油价高了，洗盘，对不对？联准会态度拿来做洗盘。本来就应该洗盘，为什么？因为太多人看懂了，都抢着上车，都高杠杆，所以一定要洗杠杆嘛，洗这个弧额嘛。洗完了之后，轻装上阵，继续拉嘛，继续说反应完毕，好，反应过了，就这么讲。这种事情以前都碰过啊。我以前也是看他们说好买了之后，发现他说反应完毕，把杀下来，杀得我痛恨。后来又说下杀卖压宣泄完毕，又拉上去，这些也都是这样玩。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结构面、基本面就是。AI 产业革命是不是真的？是真的。AI 产业革命走完了吗？还没走完。现在在走所谓的第一阶段，叫做基础设施投资，打造出技术架构，以后供各行各业来使用嘛。第二阶段的话，各行各业开始使用这个新技术嘛，改变生产流程，改变那个雇用的方式等等嘛。
到了第3阶段的话，大家信心上升的话，会出现市场过热啊，这个我们以前提过。所以现在看起来，就像苏志峰讲了，棒球比赛9局，现在在第3局，有人说不是第2局，就是说现在还在前面嘛。那你，碰到一个现象，就是历来工业革命，特别是我们上一次哈，就是网络革命、资讯通讯产业革命，大家注意哦，是从 Windows 95推出来开始算，好不好？Windows 95 1995年推出来以后，到2000年3月泡沫破掉，中间5、6年时间嘛，中间经过什么样大幅度拉回嘛？你想想看哈，东南亚金融风暴有没有？97年香港回归，对不对？再来98年俄罗斯债券违约那个风暴有没有？最后98年、99年2年喷出啊，大涨，光是思科涨28倍，吓死人，对吧？中间有没有？有啊。东南亚金融风暴不是吗？大家都记忆犹新啊，应该还记得哈。有些年轻人可能没经验，就是说在长期上升趋势过程中，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出现大幅度下跌，发生过。然后之后有没有拉回来？有啊。等到事情过了之后，对不对？1、2年后事情过了之后，不客气了嘛，就拉了嘛。我们现在碰到的是 AI 产业革命，算是第一次大幅度拉回，而且是因为好几个因素叠加的效应。如果只是单纯拉回整理的话，可能不用跌那么多，但是也是因为大家都学会了，都看懂了，然后呢，杠杆很高嘛，杠杆很高的话，外资当然把你洗一洗嘛，不会帮你那个抬轿嘛。所以我说既然是这样，假定我这个分析你们相信的话，那答案就毫无疑问，大跌大买，小跌小买，对，不跌不买，对不对？变成这样嘛？你等着看，我碰过一次最大的大跌是什么样嘛？一天不是1个礼拜1个月1天之内。大盘指数下跌22%，你说道琼大跌1000点，你跌幅多少吗？2%呢，还比汇办小汇办跌5%呢。你说跌那么凶，你才跌2%呢？我们台股跌3% 4% 也常见，对不对？大盘指数这样跌算凶的了啊，跌22%。你说第3世界国家不是啊，是美国。你说是什么指数？道琼，美国道琼当年1987年10月19号，从2200点跌500点到1700，当天2次熔断直接结束，不玩了，不做了。后来不是全部拉起来吗？2个半月后全部都拉起来了。所以大跌不用怕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次大跌没有反弹回去。你只是需要时间，也许2个礼拜，也许2天也许2个半月，就这样，就最后还是拉回去。所以你只要相信目前 AI 产业革命让你走长期上升趋势，然后中间如果你碰到大幅度拉回修正的话，通通都是买点。你去看那个股票史、经济史，加4个字，无一例外。好，所以我们看现在当然是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台湾又刚好是 AI 的一个中心。那现在当然我们也在股市上碰到一些波波折折。现在就像嘉龙所说的，你相不相信 AI 是一个大趋势？而这个大趋势有没有走完？如果它是一个大趋势，这个趋势没有走完，那如果台湾又是这个 AI 的中心的话，那我们就要对台湾的股市有我们的信心。非常谢谢嘉龙，谢谢大家。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君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
对于这立委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